第126章，占卜不是万能的。妹啊，你真是太爱操心了，不，想的真是太细致了。克莱恩听得精神一振，当即笑道：梅丽莎，你的担心非常有道理，我确实还有点饿。我先上去换套衣服洗个澡。虽然他已经在悄悄吞咽唾沫，但确认教唆者特里斯的下落更加重要。谁也不知道这个家伙接下来会不会更加疯狂的报复社会。梅丽莎没有抬头，继续着学习。噔噔噔，克莱恩飞快跑到2楼，进入了卧室。他反锁住房门，脱掉外套，卸除腋下枪带，从抽屉内拿出了一把朴素的银质小刀，用灵性之墙密封住房间后，他吸了口气，平稳住心情，逆时针走了4步。伴随着浮生无量天尊等咒文，已越来越习惯那疯狂一语撕扯精神的克莱恩又一次出现于灰雾之上的巍峨宫殿内。今天使用了好几次仪式的他略感疲惫的捏了捏太阳穴，让青铜长桌之上出现了一张黄褐色的羊皮纸。克莱恩认真想了想，斟酌着写下了占卜语句。特里斯的下落，他不确定这个名字正确，但有对方具体的形貌特征和详细信息作为引导。拿着那张羊皮纸，克莱恩后靠住椅背，先在脑海内回想了一遍特里斯相关的事情，接着默念了7遍占卜语句。他放空精神，闭上眼睛，在冥想的辅助下，很快进入了梦境。一片雾蒙蒙的虚幻场景里，他看见了喷着浓烟和火花的蒸汽列车车头，看见了并排的皮质座位，看见了干净整洁的车厢。脸蛋较圆，眼睛狭长，温文甜美的特丽斯正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的桌上放着一顶边缘镶嵌着细格黑纱的帽子。克莱恩仔细分辨，试图确认车次，但都无法看到。没过多久，他难以承受地退出了梦境，眼中映照出古老斑驳的青铜长桌和虚幻深红的星辰，只能确定特丽斯正乘坐蒸汽列车离开停根，没有更多的线索。看来这片神秘空间主要是帮我排除干扰，对我本身占卜水平的提升并不夸张。克莱恩用手指轻敲着桌缘，思索起接下来的行动。通过这次占卜，他完全确认目标就是曾经的教唆者特里斯，但在对方已逃离停根的情况下，他不觉得刚才的结果能更好的帮助到邓恩。队长已经说过了，要发电报给贝克兰德，给恩马特港，给铁路沿线的主要站点，全国通缉特里斯。我就不去汇报这次的占卜结果了，免得被怀疑。克莱恩迅速做出了决定，因为不管有没有他的提醒，邓恩都在用最正确的方式布置后续。而在梦境占卜无法看清楚车次的情况下，换用灵摆等方法也不会获得有效的结果。即使采用依次排除的手段，类似的状况也包括红烟囱之事。这时他感觉到了精神的空乏，没在灰雾之上过多停留，用灵性包裹住自身，模拟出下坠的体验。等他回到房间，脑海里已全是油汪汪的小羊排，必须撒点小茴香，赞美女神。克莱恩吞咽了口唾沫，风一般解除了灵性之墙，拉开了房门。第二天8点40分，他提着手杖进入了黑金级安保公司。上午好，克莱恩，一个好消息。接待台后方的罗珊兴奋地挥了下手。克莱恩眼睛一亮道：抓住特丽斯了。特丽斯？他是谁？穿着淡绿色长裙的罗珊一脸茫然。你不用认识他，有什么好消息？克莱恩岔开了话题。罗珊笑容灿烂的回答：队长的申请得到批准了，警察部门将调2位接触过超凡事件的警员来做文职。我终于不用经常熬夜了，赞美女神，真是一个好消息。克莱恩诚恳的附和和罗珊寒暄几句后，他通过隔断走向弟弟，打算继续神秘学课程。路过队长办公室或职业者娱乐室的时候，他探头望了几眼，发现邓恩、伦纳德等人都在。这表明昨晚的搜寻和排查没有获得好结果，接下来只能移交给警察部门，由他们去做繁琐的后续。本来克莱恩想找队长聊几句，掌握最新的情况，但看见他正忙碌着书写文稿、排发电报，只好默默退走，不去打扰，准备中午再问。他沿着那一层层阶梯进入地底，看见了金属栅格围出的2排典雅煤气灯，看见了穿透玻璃的光芒和寂静冷清不变的走廊。呼吸着清爽阴冷的微风，克莱恩走了几步，忽然停住。他猛地将目光移向那些煤气灯，眉头渐渐皱起。他发现自己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因为有地球常识才会犯的错误。昨晚在灰雾之上的占卜中，克莱恩看见特丽斯正乘坐蒸汽列车远去，
于是下意识判断为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世界还没有谁发明电灯，发明类似的装置。天黑以后几乎不会有载人的蒸汽列车运行，而这被见惯了绿皮火车夜间行驶的克莱恩本能就忽略了。也就是说，那不是昨晚的事情，那是他预见的未来画面，那是今天或者明天白昼将要发生的事情。克莱恩心中一紧，来回踱了几步，噔噔噔又跑回了楼上。他敲开娱乐室的房门，看见伦纳德正站在窗边背诵诗歌，一脸的无奈。无视了正在打牌的科恩黎、洛耀和西加、特昂。克莱恩望向伦纳德道：“我有问题请教你，难道你想学怎么逗小姐和女士们开心的技巧？”伦纳德放下罗塞尔诗选，调侃着说了一句。他走出娱乐室，跟着克莱恩来到通往地底的阶梯中部，盯住对方的眼睛，轻笑开口道：“看来你昨晚做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占卜。”克莱恩没做解释，直接说道：“我占卜出特丽斯乘坐蒸汽列车远去，经过昨天在西区济贫院的沟通。”他已不介意在伦纳德面前表现出少许特殊。蒸汽列车最早那班是7点。伦纳德掏出放在衬衣口袋里的怀表，啪的按开看了一眼，不能耽搁了。我会告诉队长，我收到了一个可靠的情报。他快步上楼，直接出了黑金级安保公司，在楼下待了几分钟后，重新返回，进入邓恩·史密斯的办公室。克莱恩松了口气，目送打牌的职业者们被召集，跟着又发了封电报的队长急匆匆出门。回想刚才之事，他的感觉颇为复杂，与燕尾服小丑的死给了他警醒不同。这一次性质类同的错误发生在了他自己身上，这让他似乎明白了很多，教训更加深刻。拐向武器库，进入看守房，他熟忍地摘下帽子，脱掉外套，将它们挂在了衣帽架上。老尼尔刚折腾完手磨咖啡，美滋滋地喝了一口道：“来一杯嘛。”好的，克莱恩坐了下来，就像回到了家一样自在。老尼尔瞄了他一眼，嘟囔道：“还是3块糖1勺牛奶，你真是一个喜欢甜食的家伙。这对你的牙齿和身体都不好。”不，我只是在喝咖啡的时候喜欢甜一点，而煎牛排、烤肉的时候更倾向于玫瑰盐、黑胡椒粒和小茴香等调料。克莱恩一直觉得自己是全口味党。老尼尔很快弄好咖啡，推了过去道：“是休息一下还是直接开始？”让我平静几分钟。队长他们有了特丽斯行踪的情报，正赶去蒸汽列车站，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克莱恩感叹道。老尼尔啧了一声道：“情报详细吗？确定是哪一班吗？”不确定。克莱恩抿了下嘴道。老尼尔顿时笑了起来。这样的情况下，不成功的概率远远高于成功的可能。特丽斯应该有序列期，这个等级的非凡者不是那么容易被抓到的。呵呵，不要想着依赖占卜，占卜不是万能的，你只会获得象征，一不小心就解读错误，或者忽略掉什么。克莱恩再次回想这次犯的错误，听得深有感触，发自内心地点头道：“是啊，占卜不是万能的。”说完这句话，他一阵唏嘘，身心灵忽然进入了某种奇妙的状态，于是往后微靠，试图吐气。可这时，他的耳畔却突地响起了虚幻的破碎声。他愕然发现体内似乎有什么事物在溶解，在与本身的精神融合。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独特感受。克莱恩半闭住眼睛，静静地体会着，不需要别人提醒，他就知道这是占卜家魔药彻底消化的表现。塔索克河穿过廷根市后流经的第一座小镇叫做维尼亚，这也是离开廷根后通往贝克兰德的第一个蒸汽列车站点。月台之上，特丽斯换了身米白色的长裙，头戴一顶圆边女士帽，细格黑纱从帽檐垂下，遮住了她大半张脸，让她的容貌变得朦朦胧胧，难以辨认。他已向廷根市的同伴拍了电报，提醒对方最近小心，自身则利用入室窃取到的财物购买了通往贝克兰德的蒸汽列车车票。之所以不从廷根车站上车，而是顺流飘到维尼亚小镇，是因为特丽斯还有着刺客的本能和丰富的经验。尖锐而悠长的汽笛声里，高大如同怪物的钢铁列车喷薄着带有些许火星的烟雾，停在了站台旁。特丽斯没有携带行李，直接登上了1等车厢。与此同时，他决定3个站后就立刻下车，改用别的方式去贝克兰德。圣塞琳娜教堂的地底，克莱恩闭着眼睛，后靠住椅背，他感受着魔药的彻底消化，隐约看见了一颗又一颗的虚幻星辰。那些星辰与他本身有着莫名的联系，似乎想要聚拢在一起，合而为一。
一阵无法描述的饥饿和渴求感消退后，克莱恩恢复了正常，再没有额外的体悟，但精神轻松纯净了许多。他睁开眼睛，无声补了一句。这一刻，他知道自己已经是真正的、完整的占卜家。第127章铺垫。穿透玻璃的灯光照亮着武器库外面的看守所。老尼尔翻阅完报纸，喝了口咖啡，抬头看向克莱恩道：“现在感觉怎么样？平静下来了吗？或者需要一杯酒，一次提前的薪水，一天的悠闲假期？”此时此刻，彻底消化完占卜家魔药的克莱恩正在尝试着借助冥想改变灵视的开关，让他不再那么显眼。如今的他已经不再依赖于刺激特定的几个部位来开启灵视，所以能用更加隐秘的方式达成目的，比如拇指快速掐中指2处关节各一次，比如左边牙齿连续轻扣2次。考虑到某些时候自身得一手持枪一手提杖，但又必须使用灵视，克莱恩最终选择了轻扣牙齿的方式，左边开，右边闭，不断暗示。做完改变，他睁开眼睛，微笑说道：“我只是太关注队长他们的行动，并不需要平静情绪。”与此同时，他左边牙齿轻扣了2下，尝试着打开灵视，以尽快熟悉这个办法。嗨嗨嗨！老尼尔突然剧烈咳嗽了起来，咳得满脸通红，就像煮熟的龙虾。怎么了？克莱恩怔了一下，关切问道。他认真审视了老尼尔的气场，发现对方的健康颜色还算正常，只是因为年纪的关系，相对有点衰弱。老尼尔又咳了10几秒才缓了下来，他探手端起咖啡，缓缓抿了一口道：“每个人都有失误的时候，可我刚才被自己的唾沫呛到了。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神秘学课程了。”好的。克莱恩右边的牙齿近乎无声的轻扣了2下，比预计快1到2周消化完占卜家魔药，让他又是欣喜又是烦恼。欣喜自不用说，摆脱失控隐患，即将获得晋升，掌握更多的非凡能力，是足以让任何人都感觉高兴和激动的事情。烦恼则在于这打乱了他的安排和计划。考虑到还要在廷根市职业者小队待很长一段时间，克莱恩认为悄然成为小丑不是好的选择，那会时刻担忧暴露，在需要配合的任务里丝毫不敢动用相应的能力，让自身陷入更大的危险中。他的计划是仿效通灵者戴利，向高层提交特别申请，用积累的功勋换取配方和非凡材料的奖励，光明正大地成为序列8的职业者。但1个月掌握魔药和1年掌握魔药是有本质区别的。克莱恩能承受盛唐一定的关注，也愿意成为重点培养对象，但绝对不希望引来上层的高度怀疑。他必须为自己的状态找一个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理由。他原本的安排是抓住占卜家魔药还未被彻底消化的这段时间，在队长那里逐渐做一些铺垫，比如提到每次去占卜俱乐部都感觉灵性活泼，比如假装随意的描述从一次次帮人占卜里总结出来的占卜家守则，比如预先说最近已基本没再出现听到不该听到声音，看见不该看见事物的情况。这样一来，职业者高层会认为他在完成任务的时候无意识仿效了戴利，并且做得更加彻底，而这会让他们将重点放在总结规律，往扮演法方向探索之上，极大地减少对克莱恩的怀疑，只做例行性的审查。还能借此提醒队长，帮助他发现扮演法。克莱恩默默在心里补充了一句，对他来说，邓恩·史密斯是个很好的队长，除了记性比较差，没什么大的缺点，所以希望减少他失控的隐患，让他变得更强。当然，克莱恩也可以选择等待1年再提交特别申请，那将不需要冒一点风险。但连续的巧合和梦境占卜里见到的红烟囱让他不得不尽快提升自己。接下来用2周在队长那里做3到4次铺垫，然后正式提出申请。同时也可以去地下交易市场看一看是否有相应的非凡材料，应该很贵。克莱恩迅速做出决定，将注意力放回了神秘学课程。时间1分1秒流逝，美好的午餐时光缓缓降临。老尼尔喝完杯里的咖啡，边收拾着桌上的杂物，边笑了一声道：“你的神秘学课程即将结束，从刚才的尝试来判断，你可以为自己制作符咒了，这正是我接下来几天的安排。”克莱恩满足的吐了口气。符咒与他之前给哥哥班森和妹妹梅丽莎的护身符不同，必须借助仪式的辅助来铭刻，具备一定的特殊能力，可以用于激烈的战斗里。但低品级的符咒同样不是万能的，它所具备的灵性会不断衰退，每2周就必须重新制作一次，而且还需要特定的咒文开启，不是想用就能立刻使用的。
另外，职业者能够掌握的符咒还局限于黑夜女神的领域。克莱恩目前可以制作的更是只有3种，一是沉眠符咒，效果类似于邓恩、史密斯和伦纳德、米切尔让人宁静、让人入睡的吟唱；一是安魂符咒，能安抚鬼魂、幽影、僵尸和水鬼，一定程度上对付怨魂和恶灵；一是梦境符咒，能帮助施术者进入目标的梦境。这些效果和不眠者序列的午夜诗人和梦魇能力重复，所以邓恩和伦纳德等人几乎不用符咒，倒是收尸人弗莱和不眠者洛药。科恩黎会随身携带1-2块，但长期也派不上用场，还时不时得找老尼尔充能。这时，老尼尔瞥了克莱恩一眼，笑笑道：“我记得你这个月因为练习的太频繁，材料配额已经没有了，你打算去地下交易市场？”克莱恩先是一愣，旋即心疼地点头：“是的，那些材料的价格他都清楚，只希望能一次成功，不要浪费。”肩负起将午餐送到地底的任务后，克莱恩穿上外套，戴好帽子，拿住手杖，返回了2楼的黑金级安保公司。路过娱乐室的时候，他看见伦纳德等人已经返回，正在用餐。咚咚咚，他敲响了队长办公室的门，请进。邓恩醇厚的嗓音传了出来。克莱恩推门而入，取下帽子道：“队长有抓住教唆者特利斯吗？”邓恩捏了下太阳穴，略显疲惫的摇头道：“我们没有在停更站找到他，但据贝克兰德发来的电报称，有乘客在最早班次的1等车厢见过他。遗憾的是，他中途就下车了，真是遗憾啊。”克莱恩早有心理准备的叹息道：“占卜不是万能的。”邓恩挥眸一扫道：“你不需要沮丧，序列期的非凡者不是那么容易被抓住的。至少我们破坏了特利斯的邪恶仪式，挽救了至少40名无辜者的生命，并且我们还掌握了他现在的状况，让他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肆意犯罪了。他如果还想做类似的事情，就随时可能会被人注意，被人发现，被人检举，迟早被我们职业者或者代法者机械之心找到抓住，当然更可能是杀死，希望是这样。愿女神庇佑。”克莱恩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紧接着他顿了顿，斟酌着语言道：“队长，我超过1周没听见不该听见的声音，看见不该看见的事物了，而且这还是经常冥想、经常使用灵视的情况下。”邓恩疑惑的微皱起眉头。克莱恩当即补充道：“我感觉我距离完全掌握占卜加魔药已经不远了，而这可能与我经常去占卜俱乐部帮人占卜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邓恩改变了坐姿，流露出迷惑的表情。克莱恩故意不流畅的回答道：“每次去占卜俱乐部，我都感觉到灵性变得活泼，而每次帮人占卜后，身心灵也会轻松不少。我还从中总结出了一套占卜家守则，并严格的遵守，就像窥密人的为所欲为，但勿伤害一样。我正是从这句格言得到了灵感，尝试着模仿着去制定占卜家的格言。我认为这或许是帮助非凡者尽快掌握魔药，减少失控的有效办法。就像戴利女士，她一直在做通灵者。”邓恩不知什么时候拿出了烟斗，放在鼻端轻轻嗅着，他似乎忘记了克莱恩，沉思了好几分钟才开口道：“不错的猜想，有趣的尝试。”克莱恩这次的目的只是点一下，做一做铺垫，所以没再多提，转而半开玩笑半打预防针的说道：“或许我会成为职业者历史上最快掌握序列9魔药的成员，愿女神庇佑你。”邓恩没太当真的笑着祝福了一句，旋即又陷入了思考。见状，克莱恩起身告辞，退出了队长办公室。帮忙掩住房门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另一个难题，那就是怎么扮演小丑。不会让我加入马戏团吧？而且停更室也没有固定的马戏团，都是巡回演出的那种。克莱恩的表情一下变苦。做占卜家还算有逼格，即使被熟人碰到也抬得起头，要是去当小丑，毫无体面可言。也许有另外的扮演方法。亵渎石板出事的时候，可没有马戏团，没有小丑。算了，还有2-3周才能得到机会晋升，先不急着考虑这个问题。克莱恩逃避般的走向接待厅沙发区域，走向罗珊、奥利安娜太太、布莱特等人，走向属于自己和老尼尔的午餐。第128章，贫穷的愚者。送过午餐，填饱肚子后，克莱恩只休息了大半个小时，就匆匆忙忙赶去射击俱乐部练习枪械，不该有一点放松。在上千发子弹的喂养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下，他目前的射击水准终于达到了邓恩、史密斯认为的及格线，固定靶尤其不错。
一次又一次机械反复的练习后，他收好左轮，乘坐有轨公共马车抵达格斗老师高文的住所附近，用10分钟走到了大门前方。接着，他换上刚晒好的骑士练习服，从跑步、跳绳、举重、深蹲等项目一直练到了步伐和出拳，练得汗水流淌，身体疲惫。休息15分钟，金发白鬓、满脸风霜的高文掏出怀表，啪的按开，看了一眼。从最初到现在，他始终保持着沉默，只在更换训练方式和克莱恩某些动作不规范的时候才开口提醒2句。克莱恩喘着粗气，没敢直接休息，来回慢走了起来。这段10日的格斗练习，在他身上最直观的反应就是皮肤黑了不少，变成了所谓的小麦色。高文放好怀表，站在房屋后面的粗犷练习场旁，双手抱胸的看着克莱恩放松，安静的如同一尊大理石雕像。老师，除了徒手格斗，你还会教我怎么使用直剑、大剑、刺剑和长枪吗？刚消化完占卜家魔药的克莱恩心情不错，主动问了一句。他在高文的收藏室内看到过直剑、刺剑等武器和胸甲、全身甲，知道对方不仅仅擅长徒手格斗。沐浴着阳光的高文抬眼扫了他一下，嗓音低沉的说道：你学这些没有任何用处，他们都是落后于时代的事物，以后只能存在于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室。他默然几秒，又语气沧桑的补了一句：他们被淘汰了，你该重视的是枪械，即使格斗也只是辅助。克莱恩望了眼目气深重的格斗老师，笑了一声：我并不这样认为，所有的大臣、所有的议员、所有的将军都这样认为。高文咬着牙齿般说道。克莱恩停住脚步，假装自己是在打字，像个真正的键盘强者一样侃侃而谈。不，他们只是退出了正面战场，还有另外的用处。为什么格斗必须和枪械成为对立面？他们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我相信更灵活、更敏捷、拥有更快反应的人能更好的发挥枪械的作用。看见沉默的高文，眼睛一下变得锐利。克莱恩略感得意的继续说道：其他的武器也没有被淘汰，只是需要做一定改进，让他们更加便于携带。我们可以组织一支机动性非常强的队伍，绕过正面战场，直扑敌人的后方，直扑他们的中枢。在这种小规模的突袭战里，拥有出色格斗能力、擅长各种武器的战士能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他发挥着什么都懂一点的本事，将地球上的特种兵战斗方式等胡乱糅合着描述了出来。高文的呼吸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粗重，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似乎不愿意打破幻想出来的画面。克莱恩瞄了一眼对方的反应，暗自嘿了一声，清了清喉咙，故作矜持的说道：老师，你认为我的想法怎么样？有没有实现的可能？高文的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仿佛终于从梦中醒来。他深深看了克莱恩一眼，低沉着开口：你休息的效果很不错，现在就将之前的练习全部重做10组啊。克莱恩一脸茫然。很快，再次开始跑步的他醒悟过来，在心里疯狂呐喊道：10组！老师，不要啊！我不要以这种方式庆贺自己彻底消化掉占卜家魔药。喂，你就没有什么触动吗？看着克莱恩跑向训练场另外一侧，高文忽然松开环抱的双手，用单掌捂住了脸孔。他的眼睛紧紧闭着，脸上的皱纹深刻而醒目。又一次差点泪吐的克莱恩洗过澡，换好衣服，和依然沉默的格斗老师高文告别，乘坐公共马车离开了对方的住所。他没直接回家，而是前往码头区的恶龙酒吧，打算去地下交易市场了解非凡材料的价格，并购买制作符咒的物品。途中，克莱恩顾及随身携带的小金库，强撑着没敢睡觉，非常艰难的撑到了目的地。得给委托留4磅的尾款，我能够动用的只有3磅5苏勒。他摸了下兜里的钞票，拿着手杖走出了马车。这个时候，太阳已开始西落，黄昏的光泽浸染着所有的房屋。恶龙酒吧内的拳击和狗抓老鼠比赛正在预热。穿过桌球室，穿过一重重房间，克莱恩进入了地下交易市场。他左右打量了一眼，没发现总是活跃于这里的怪物阿德米索尔。老尼尔不是说，全靠恶龙酒吧的老板4位应收留，给一口吃的，怪物才能活下来吗？克莱恩略感疑惑的自语了一句。作为一名职业者，他对类似的事情有足够的警惕，于是靠近守在门边的壮汉，开口问道：阿德米索尔呢？那名壮汉不带笑容的回答：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睡觉，他最近总是这样，一直躺着发抖，一直嚷嚷着死了，死了，都是尸体，
都要死，他又看到了什么画面，遭遇了什么刺激？克莱恩眉头微皱，仔细询问了几句，想要弄清楚阿德米索尔在哪里睡觉，但守卫也不知道。等我忙完，用占卜的方法找下他，看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克莱恩记下这件事情，迈步走向了交易市场尽头的2个房间之一。据老尼尔讲，左边的房间用于借贷和归还，右侧的房间是贩卖和收购珍贵物品的场所，包括非凡材料。敲开右侧屋子的门，克莱恩发现这里隔成了内外2间，外间有3名顾客正在等待。他压低半高丝绸礼帽，按照顺序坐到了那3名顾客的后面，身体前倾，按着手杖，沉默等待。没过多久，隔断之门打开，出来一位穿蓝灰色码头工人服装的顾客。他低着头，匆匆离去，没做丝毫停留。克莱恩让左侧牙齿轻抠了2下，用灵视看了他，看了另外3位顾客几眼，没发生有什么太过异常的地方，当然一定的小病还是存在的。又过了10来分钟，终于轮到了他。他打开隔断的门，走进了点着煤油灯的里间，反锁住房门。他坐到属于顾客的椅子上，望着对面戴黑色软帽的老者道：我想知道你们有哪些非凡材料，分别是什么价格？那名老者脸颊肌肉下垂，眼角皱纹很深，但身材相当魁梧，而对于克莱恩的要求，他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很多顾客在确定有某样非凡材料前，是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想购买什么的，一般都希望全部介绍。老者翻到笔记本最新的几页，看了克莱恩一眼，拿起面前摆放的蜜酒抿了口道：水鬼的脑组织是完整程度3磅到15磅不等，新水晶每50克150磅，丰厚草1株200磅，成年黑斑青蛙每只170磅，人脸玫瑰280磅，只有1朵。克莱恩控制住自身的情绪反应，安静听完了老者的介绍。而这样一个地下交易竟然只有不到30种非凡材料。摸了下兜里的7磅钞票，再想了想正义小姐对1000磅的态度，克莱恩默默起身叹息道：很遗憾，没有我想要的。不等老者询问，他快速转身，打开隔断之门，走了出去。回到地下交易市场，克莱恩望着前方，待了几秒，在心里苦笑着感慨了一句：我大概是最穷的隐秘组织 boss。 这让他更加坚定了从职业者内部获得材料或者找正义倒吊人交换的想法。绕着地下交易市场转了2圈，克莱恩挑选着购买了制作符咒的材料，比如半成品的银片，比如对应仪式需要的草药粉末和天然矿石。总共花了他1磅15苏勒。私房钱总共剩下5磅10苏勒，去掉委托的尾款，还有1磅10苏勒。克莱恩默算着自己的财政情况，心里一阵无奈。当然，他非常清楚，这是因为自己才工作1个多月的缘故。如果将时间拉长到1年，100多磅还是能够攒出来的。再有2周，就得告诉班森和梅丽莎，我的薪水多了3磅，可以雇佣杂活女仆了。这样就没有私房钱了。克莱恩边想边走向地下交易市场的正门。就在这时，他看见身穿黑色古典长袍的老尼尔缓步进来。全部买好了。老尼尔笑呵呵打了声招呼。是的，克莱恩坦然回答。老尼尔顿时啧了一声，你来的可真早，这是因为我还饿着肚子，而你已经享用过晚餐。克莱恩非常随便的和老尼尔寒暄着。过了一阵，披着海军军官服的恶龙酒吧老板斯维因从外面进来，表情凝重的靠近2人，压低嗓音道：我需要你们帮忙，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尼尔一下变得严肃，克莱恩也不由自主提起了一颗心。鹤发乱糟糟，身上有浓烈酒味的斯维因沉声回答道：有个带罚者小队的成员在附近失控了，我们必须在他对普通人造成伤害前解决他。第129章失控者。失控。克莱恩心里一紧，险些脱口反问。虽然邓恩、老尼尔经常在他面前强调失控的危害和发生的概率，但这依然是他第一次遇见类似的事情，一时有些惶恐，有些茫然，有些害怕，有些悲伤，感觉非常复杂。每年处理的事件里，有1/4是非凡者的失控，而这1/4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队友。邓恩曾经的话语闪现于他的脑海，让他的反应都仿佛变得迟缓。倒是老尼尔经历过太多的类似事件，当即开口问道：失控者在哪里？需要我们做什么？克莱恩听得怔了一下，他还以为老尼尔这种油滑多懒的半退休人员会找借口拒绝斯维因的请求，或者敲诈一大笔好处才尝试帮忙。
完全没想到对方竟然一点都没有犹豫，直接就进入了参与的状态，根本不在意职业者和带法者的区别。看着表情严肃的老尼尔，克莱恩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无论职业者、带法者还是机械之星的成员，目标都是阻止超凡力量伤害无辜者，维护廷根市的平安与稳定。如果遇到危险而紧急的情况，职责所在，义不容辞。这时，斯维因异常简短的回答道：“做我的辅助。”他没解释为什么失控，以及失控者在哪里，快步走向了出口。这位前带法者队长明明只是一个沉迷于酗酒的老头子，可克莱恩却发现自己竟然跟不上对方的脚步，必须小跑起来才能勉强保持不掉队。他侧头看了老尼尔一眼，只见这位身体出现衰老征兆的盔密人也开始了奔跑。三人没有在意沿途守卫的目光，一个披着陈旧的海军军官服，一个套着深色的古典长袍，一个穿着极细的黑色薄风衣，噔噔噔冲出了桌球室，冲出了恶龙酒吧。那些喝着酒下着注加着油的顾客们本能将目光从抓老鼠的犬类身上移开，望了克莱恩等人几眼。是斯维因老板，他这么急着出去做什么？有人赖账逃债。低声的议论里，有的酒客重新将注意力放回了笼子里，再次加油呐喊，发泄白天的压抑；有的则比较警觉，隐约有点不安。噔噔噔，克莱恩、老尼尔跟着斯维因跑到了道路对面，跑进了真正的码头区域。那艘船上，斯维因放缓脚步，指着停靠于不远处的一艘内河货船道：“2名带法者队员正在上面和那个失控者周旋，阻止他进入塔索克河。你们帮助我影响他，控制他，之后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老尼尔拉风箱般喘了几口气道：“好的，但你需要给我1分钟。”呼，1分钟的时间恢复状态。斯维因点了点头，没再多说，抢先冲上那艘货船，加入了战斗。听着上面砰砰砰的打斗声，老尼尔看了眼略显紧张的克莱恩，从腰间暗袋掏出一个婴儿手掌大小的银片，递了过去道：“沉眠符咒开启咒文是古赫密斯语的黑夜单词，念完咒文，将你的灵性灌注进去，在3秒钟内丢向目标。”克莱恩伸手接住，一阵感动。这个符咒的正面和反面都雕刻着赫密斯语书写的咒文，以及象征符号、对应灵数和魔法标识。他无需开启灵视，仅仅依靠灵感就能察觉到那隐晦的、宁静的、深沉的神秘力量。老尼尔直起腰，从暗袋里取出同样的银质符咒，握在掌心，边走向货船，边开了句玩笑：“不要紧张，放松心情，想一想别的事情，比如那个符咒是我借你的，要是你用掉，记得重新制作一个还给我。当然，你可以等到下个月，等到材料配额恢复再做这件事情。”这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尼尔。克莱恩将符咒放入左边口袋，伸手取出了腋下枪袋内的左轮，调整了激发位和扳机。我觉得我已经不紧张了。他一手持枪，一手提杖，和老尼尔2人通过舷梯，稳健的登上了货船。这艘货船有着明显的时代痕迹，虽然采用蒸汽为动力，多了一根烟囱，但还保留着桅杆、船帆等往日的配置，而且只是表面有金属外壳，部分地方用了钢铁，不少地方依旧由木头打造。砰砰砰的打斗声愈发激烈，克莱恩和老尼尔正待找入口进船舱，突然听见了夹杂咔嚓的哐当巨响，木头制造的舱房侧面瞬间破裂，刺片乱飞，一道人影跌了出来，撞到了船舷上。克莱恩顾不得看那道人影的伤势，目光完全集中在了正飞奔向裂口的怪物那里。这个怪物身高超过1.8米，穿着破烂到不成样子的衬衣和长裤，裸露于外的地方布满暗绿色的鳞片，手脚的缝隙都长着皮膜，仿佛一些水生动物指尖的蹼。它有个满是皱纹的脑袋，隐约能看见人类的样子，鳞片上则流淌着粘液，正不断往下滴落。滋滋滋，那些暗绿色的粘液轻微腐蚀着甲板，留下了鲜明的痕迹。砰！试图冲出裂口的怪物被斯维因侧面给了一拳，打得横移了2步。砰砰砰！肌肉夸张的斯维因力量明显不如那个怪物，而且拳脚明明击中了对方，却打不碎鳞片，难以造成实质的伤害，一时非常狼狈，摇摇欲坠。要不是他平衡能力惊人，要不是另外有带法者跟着移动，开枪牵制，克莱恩怀疑这位蓝眼睛的老者会被怪物活活打死。噔噔噔，斯维因不断后退，又不断前进，就像明知道那是火焰却扑过去的飞蛾一样。
但是克莱恩感觉得出来，他在积蓄着什么，等待着什么。砰！斯维因被打得倒退了几步，也遮住了另外一位带法者的视线。怪物抓住机会，当即冲向了裂口，他要逃出船舱，跳入塔索克河。望着那个满是皱纹、浮着粘液的脑袋，克莱恩抬起右手，勾动了扳机。砰！银色的猎魔子弹按照他的预期击中了怪物的躯干，但仅仅打碎鳞片，嵌入过半。那怪物顿时发出刺耳的尖叫，双脚用力，风一般扑了出来，扑向克莱恩。鼻端钻入浓重的鱼腥味，克莱恩猛地一矮身体，滚向了侧方。哐当！他感觉船身一晃，有碎片打在了身上。与此同时，他听见了一道苍老而低沉的嗓音，那是用古赫密斯语念出的咒文。黑夜！克莱恩又滚了2下，顾不得拾起手杖，慌忙举枪抬头。只见老尼尔在与怪物相隔不远的情况下，冷静地丢出了手中的符咒。那银质的薄片很快被暗红的火焰笼罩，发出轻微的爆炸声。深沉宁静的力量瞬间散溢开来，那几乎撞碎了船舷的怪物一下出现摇晃，动作也变得迟缓。这时，斯维因从船舱内奔了出来，欺近怪物，扭腰摆臂，机枪似的连挥了好几拳，全部砰砰砰的命中了对方的头部。可是他只能打出裂口，无法造成致命的伤害。不过克莱恩可以感觉到这位蓝眼老者的积蓄即将达到顶峰。砰！怪物似乎恢复了过来，反甩小臂，将斯维因抡的倒退了5步，每一步都在甲板上踩出了碎裂。眼见怪物即将反身跳下货船，克莱恩赶紧用左手从口袋里掏出了那枚沉眠符咒，紧接着他熟练地念出了一个古赫密斯语里的单词：黑夜。豁然之间，克莱恩只觉掌中的银质符咒变得冰冷，就像片片雪花累积而成。他没有多想，将本身灵性灌注入符咒，并拉扯肩膀，甩动手臂，向那怪物丢了过去。此时此刻，那鱼人般的怪物已跳到了空中，暗红色的火焰一下照亮了周围的黑暗，轻微的爆炸声仿佛催眠的前奏，飞快地荡漾了开来。砰！怪物直直跌在了码头上，跌得缩成一团，短暂进入了半沉眠的状态。克莱恩正待抢到船舷旁边，往怪物的脑袋开枪，忽然看见海军军官服已不知丢在了哪里的斯维因冲了出去，跟随跳下。他在半空中调整了姿势，身体的肌肉快快鼓起。克莱恩的灵感里，某种压抑到极点的事物爆发了，斯维因从天而降，砸在那怪物身上，然后直起腰背，重重往下挥拳，击中了对方的脑袋。咔嚓！怪物的脑袋4分5裂，暗红的血液和灰白的脑组织洒得满地都是，并伴随有暗绿色的粘液。这就是暴怒之名的能力之一。克莱恩立在破碎的船舷旁，无声自语了一句。老尼尔捂着左手，靠拢过来，也跟着往下眺望。这时，斯维因笔直站起，站在那里，深深凝视着脚下失去了生命的怪物。他不知从哪里拿出了一个瘪下去的金属酒壶，扯开盖子，咕噜喝了小半，然后倾斜瓶口，对准怪物，将剩下的烈酒全部洒到了对方身上。做完这一切，斯维因似乎一下变得苍老，腰背都佝偻了几分。老尼尔叹了口气，望着下方的场景，低声对克莱恩说道：我认识这个失控的带法者，他跟随了斯维因20-30年，曾经清除过上岸杀人的水鬼，抓捕过试图从塔索克和潜水逃走的邪恶非凡者。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克莱恩却听得出他潜藏的意思。这样一位立下很多功劳，杀过不少怪物的守卫，最终竟变成了怪物。而这不是孤立，是许多职业者、带法者和机械之星成员都可能出现的结局。第130章，贝克兰德的隐秘聚会。望了望站在怪物尸体前的斯维因，又侧头看着刚才负责牵制的带法者搀扶起半昏迷的同伴，克莱恩忽然有种难以言喻的悲伤。不管职业者、带法者还是机械之星的成员，几乎都没有可能成为英雄，因为所做的一切都不会被大众知晓，只能深藏于各种机密文档里，但承受的危险和苦痛却又如此真实。也许有那么一天，我的对手会是我的队友。克莱恩无声叹息，感受到了职业者、带法者和机械之星成员等名词所蕴藏的沉甸甸重量。这时，老尼尔叹了口气道：我们离开吧，不要打扰他们。好的。克莱恩拾起手杖，刚要迈步，忽然看见老尼尔依旧在捂着左手，于是关切问道：你受伤了？老尼尔嘿了一声道：
被弹飞的碎片扎到了，换做我年轻的时候，肯定能躲掉。幸运的是，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他稍微松开右手，让克莱恩看见了左掌掌背那个还在沁出鲜血的小伤口。确认没什么大问题之后，克莱恩边沿着舷梯往下，边感叹道：“尼尔先生，你比我想象的更加冷静。在那个怪物距离你不到2米的情况下，你还能镇定的念出单词，使用符咒。”虽然当时失控变成怪物的带法者是扑向克莱恩的，但老尼尔距离他一直很近。面对赞美，老尼尔当即呵呵笑道：“我可是资深的职业者，在我经历过的危险场景里，刚才的事情甚至排不进前10。我记得有一次，我和邓恩在拉斐尔墓园巡视，有死者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活尸，离开了墓穴，悄悄埋伏在树木的阴影里。我路过那里，完全没有注意到他，想着找个隐蔽的地方，嘿，你懂的。结果被他扑到了背后，一把捏住了脖子。”克莱恩听得颇有点惊心动魄，猜测着反问道：“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冷静的使用符咒，或者某个窥秘人能快速施展的法术？”老尼尔瞥了他一眼，低笑道：“不。”邓恩及时拖着那个活尸进入了沉眠。我说这件事情是告诉你，作为职业者，不仅要相信自己，还要相信队友。克莱恩默然几秒，半是开玩笑，半是发自内心的说道：“尼尔先生，你今天是如此的睿智。”老尼尔小跳一步，踏上码头，语带不屑的回答：“这是因为你平时只认识到我最微不足道的一面。”两人走出码头，一直回到了恶龙酒吧前方。克莱恩收起左轮，靠好手杖，脱掉外套，就着煤气路灯的光芒，检查起有无破损的地方。真是幸运啊，只是扎了几根木刺，弄脏了一小片地方。他拔掉杂物，粗略拍干净灰尘，重新穿戴整齐。老尼尔含笑看着，模仿他的语气，悠然补了一句：“真是遗憾啊，没法报销了。”克莱恩短暂竟找不到语言应对。我不是这样的人，他在心里强调了一句。这个时候，公共马车抵达，克莱恩掏出有芝曼纹路的银色怀表，按开看了一眼。如果没什么事情，我得回家了。他侧头对老尼尔说道。老尼尔微微点头道：“回去享用你的晚餐吧，不用考虑刚才那个沉眠符咒。我会找斯维因赔偿的，他可是个有钱人。当然，不是今天，我得考虑他的心情。感谢你的慷慨。”克莱恩张了张嘴，最终只吐出了这么一句话。他快步走上马车，一路回到水仙花街。此时已超过7点，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克莱恩看见梅丽莎正取下纱帽，将它挂向衣帽架，于是笑着说了句废话：“你也才回来。”这个时候，他之前积累的复杂情绪一下消散，整个人都变得轻松，感觉温暖。今天学校有实际操作的课程，梅丽莎认真的解释道。克莱恩抽了下鼻子，闻到了食物的香味，怔了怔，下意识问道：“那是谁在准备晚餐？”话音刚落，他和梅丽莎同时抢答道：“班森。”两人的语气带着一点惊慌。这时，听到他们说话的班森走出厨房，在围裙上擦了下手道：“你们难道对我的厨艺没有信心？我记得梅丽莎还不会做菜的时候，你们会懂事的等着我回家，非常渴望的看着我做菜。其实做菜很简单嘛，比如土豆炖牛肉，先放牛肉煮一煮，再放土豆，再放调料。”克莱恩和梅丽莎互相看了一眼，保持了沉默。靠好手杖，摘去帽子，克莱恩转而笑道：“我认为是时候请杂货女仆了。总是不按时晚餐非常不健康，但我不希望我们聊天的时候有陌生人在旁边，那会让我感觉不自在。”梅丽莎下意识又找了个理由否决。克莱恩边拖着外套边笑着开口：“不用在意。”就在这时，他表情忽然一滞，动作停顿了下来。好险，差点顺手脱掉外套，我腋下可是有把左轮的。嗨嗨，他清了清喉咙，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说道：“不用在意，我们回家之后可以让杂货女仆到她的房间休息，我想没有哪个仆人不喜欢休息。”必须找一位愿意学习做菜的杂货女仆，她可不希望将来一直承受黑暗料理的摧残。班森站在厨房门口，赞同点头道：“等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廷根市帮助家庭仆人协会，他们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资源和足够的了解。”好的，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克莱恩无视了梅丽莎不太情愿的眼神。贝克兰德皇后区格莱林特子爵家，奥黛丽·霍尔带着贴身女仆安妮离开舞会，上到2楼，进入子爵安排好的卧室。她在安妮的帮助下缓慢脱掉了华丽的裙子和轻便的舞鞋，
套上了预先准备的黑色带兜帽长袍。戴好兜帽，奥黛丽站至全身镜前，开始审视自己。她看见自身大半张脸都被兜帽阴影遮掩，只有弧线优美的嘴唇能被清晰注意到。黑色的长袍，藏于阴影里的容貌，神秘深沉的感觉，这就是我一直梦想的打扮。奥黛丽欣喜的想着。她不太放心的又在兜帽里加了顶蓝色的船形软帽，有黑色细格薄纱垂下，让她的五官变得朦胧。不错，就是这样。奥黛丽将脚塞入小牛皮短靴，侧头对安妮道：“你在这里等着我，不管是谁前来，都不要开门。”安妮无奈的看着小姐道：“但你必须保证，这次外出不超过1个小时，你应该相信我。前面几次我都信守了承诺。”奥黛丽笑着靠拢贴身女仆，拥抱住对方，做了个贴面礼。然后她轻快的后跃几步，拉上兜帽，转身从暗门离开了所在卧室。她一路下行，来到子爵家房屋的侧门，看见一辆马车已经停在了那里。主人格莱林特立在阴影之中，看了奥黛丽一眼，由衷赞美道：“你这样的打扮真的就像罗塞尔大帝常用的形容一样，很酷。”谢谢。奥黛丽虚提长袍，优雅而愉悦的行了一礼。两人上了马车，出了别墅，来到10分钟路程外的一栋房屋。房屋正门外，奥黛丽看见了这段时日常有来往的学徒福尔斯·沃尔和他的朋友仲裁者修·迪尔查。福尔斯鹤发微卷，淡蓝色的眼眸带着天生的慵懒，他指着旁边的修·迪尔查道：“他是一位出色的说服者，能帮助你们得到想要的东西。”修·迪尔查身高较矮，顶多1.5米出头，五官精致柔和，但眉眼似乎未曾长开，相当青涩。他虽然顶着头杂乱毛糙的及肩黄发，穿着传统的骑士练习服，却有种难以言喻的威严和让人相信的魅力。奥黛丽和对方见过几次面，浅笑打了声呼唤道：“修小姐，我可以信任你吗？”“你完全不用担心。”修·迪尔查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就在他迈步跟上奥黛丽和格莱林特子爵的时候，忽然有当的声音响起。奥黛丽循声望去，看见修·迪尔扎的脚边静静躺着一根闪烁寒光的3棱刺。奥黛丽和对方你看我，我看你，同时忘记了说话。过了10几秒，修·迪尔查快速而敏捷的下蹲，捡起那根3棱刺，将它藏到了身上。我们必须防备意外的出现，有的人缺乏足够的理智，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修·迪尔查一本正经的解释道。奥黛丽无言点头，声音清晰的回答：“我相信你。”这是让某些家伙平静和我们交谈的道具。福尔斯侧过脸，望着草坪，在旁边补了一句。4人没再多言，往前几步，用3长2短的间隔敲响了木门。吱呀一声，正门缓缓敞开，进入观众状态的奥黛丽看见里面散乱的坐着不少人，他们有的用各种方式遮掩着本身的容貌，比如依靠兜帽和面具，有的则毫不在乎，坦然裸露着五官。几乎是瞬间，奥黛丽注意到了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的黑袍男子。这位男子也戴着兜帽，将长相藏在了阴影里。他安静无声地注视着来客，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非常自信，但眼神很恶心，视线一直在我身上移动，就像2根滑腻的触手，想要剥掉我的衣服。奥黛丽感官敏锐，观察细致，冷静做出了判断，但身上差点起了鸡皮疙瘩。这时，福尔斯介绍道：“那是 A 先生，一位强大的非凡者，本次隐秘聚会的召集者。”